1951年，在毛主席与田桂英握手的时候，田桂英竟然故意使了点劲儿。毛主席不禁对小姑娘这点小心思感到有点好笑，他风趣地对田桂英说：“你的脾气还不小呢。”毛主席与田桂英之间都发生过什么故事呢？为何田桂英与毛主席握手时要故意使劲儿呢？大家好，欢迎走进历史时光。今天我将为您讲述新中国首位火车女司机的故事。1930年3月4日，大连旅顺口区老铁山下的一个渔民家庭里，迎来了自己的第6个孩子。没多少文化的父母思考了很长的时间，给女儿取名叫做田桂英。家里人的生计呢，全靠父亲打鱼来维持。今天打到鱼了，就能有一口饭吃；要是没打到鱼，就只能饿肚子了。即使家里如此困难，但等到了田桂英适合上学的年纪，家里还是省吃俭用，把她送进了学堂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田桂英上了2年学以后，家里实在是供不起她了，只好让她辍学回家。为了帮助家里减轻负担，15岁那年，田桂英就到了一家印刷厂里当了学徒工。2年后，经过别人的介绍，田桂英通过招工进入了大连机务段食堂工作。这个工作，田桂英每个月能拿到25公斤的高粱米和10几块钱的工资，中午还可以在食堂吃饭。他对这份能吃饱饭的工作十分满意。大连机务段为了能够丰富员工的生活和知识，特意开办了一个夜校。田桂英从小就羡慕读书识字的文化人，如今有那么一个好的机会，她自然不想放过。每天只要有空闲的时间，她都会到夜校去进行学习。她十分珍惜这一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。随着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呢，田桂英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。她认识到女性也要记忆，也要努力参加工作，这样才能努力地获得更加独立自主的地位。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，田桂英对于工作有了更大的热情。田桂英找到机务段的段长，请求说：“只要能学技术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男同志能干的活，我也能干。”田桂英的志向和决心深深地打动了段长，段长最终同意她到轻油车库去学习开轻油车。终于有了学习记忆的地方，田桂英异常的兴奋，干起活来更加的卖力。偶然的一天呢，田桂英在职工俱乐部看到了一张苏联女火车司机的照片。当时她看到那名女司机威风凛凛，十分羡慕，她就憧憬着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火车司机，开着火车，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！但这也只能是她幸福的幻想。有一天早上，田桂英来到大连铁路机务段上班，在大门口，她就看到有好多人围着看一个告示。她问了旁边的人才知道啊，原来大连机务段决定招考培养一批女火车司机。得知这个好消息，她兴奋极了，立马就跑回家跟父母说了自己要去当火车司机。然而她的决定呢，却遭到了母亲的极力反对。母亲认为，一个女孩子去做一名女火车司机，就相当于不守妇道，而且开火车又脏又累，还容易出事故，一个女孩子根本就干不了。如果真的要开火车，以后连嫁出去都是一个问题。但所有的反对与嘲讽都没有改变田桂英的决定，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在段里提供的报名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经过层层的严格挑选，田桂英与另外其他8名女同志一同被安排参加上岗前的学习培训。然而学习培训并没有那么容易，要想当一名火车司机，就得从伙夫干起。因此田桂英的第1堂课就是学会烧煤，这可是个力气活，因为每一铁锹的煤都重达3-4公斤，而且扔出去的时候也是要讲技巧的，一定要保证煤炭形成中间低、四周高的簸箕形，因为只有这样煤才能烧得更旺。这项工作每天累得他们筋疲力尽，连腰都直不起来，鼻腔里、喉咙里都是黑色的煤灰。但即便如此，田桂英也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。不仅如此，她还鼓励其他的姐妹们：万事开头难，苏联女人能做的，我们也能做得到，加油！带着这样的信心，田桂英的投煤技术越来越高超了。2个星期以后，田桂英就主动要求上火车烧煤。段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到了车上以后，男同志15分钟能投煤280锹，而且田桂英呢，她的投煤数量也达到了230锹。这样的成绩不仅让其他的工友们刮目相看，就连副段长也十分的惊讶，对着田桂英伸出了大拇指。就凭这一点，你们也能学成功？
但是对于田桂英他们来说，更难的挑战还在后面，因为学完了产煤，还要学习机车的构造管理技术和制动机理论。这9个姑娘文化程度都很低，最高的那个也就只有小学6年级的学历，还有的几个姑娘都是文盲，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些专业的知识。老师只好从一个个专业名词开始教起，让他们理解每个零件的作用。等他们理解完之后，将每个零件联系起来，整体的讲解。1950年，大连机务组对这几位姑娘进行了一次考试，田桂英凭借着第1名的成绩被任命为司机长，中国第1位女火车司机就这样诞生了。田桂英带领着其他2位姑娘参加了火车的出车典礼，她们机车组被命名为38号。从正式坐上火车驾驶室的那一刻开始，田桂英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火车司机和司机长。在他的带领下，38号包车组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，就创下了安全行驶3万多公里、节约煤炭51.76吨的记录。1950年9月，他作为东北铁路工人代表参加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。那一次是他第1次见到主席，而且还受到了主席的接见。1951年，他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，再次受到了主席的接见。毛主席见到田桂英之后，有工作人员介绍说，这就是田桂英。毛主席紧接着就亲切地说，我们见过面。说完之后，毛主席还打量了一下田桂英，发现她的身材其实非常瘦小。于是毛主席就关切地问，你能开得动大火车？对于主席的这一问，田桂英心里想的是，主席您太小瞧我了。于是在与主席握手的时候，田桂英故意稍微使了一点劲儿。毛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，然后风趣地跟他说，你的脾气还不小呢。看着毛主席风趣的样子，田桂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在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里，他2次被毛主席接见，他也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。但田桂英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，而是更加谦虚地继续学习相应的文化知识。1955年，他考入了唐山铁道学校，毕业后成为了铁路局的一名工程师。直到1985年，55岁退休才离开了工作岗位。2007年，已经77岁的田桂英听说我国铁路实现了第6次大提速，那一刻，田桂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，连忙买票坐了一趟和谐号动车组。作为见证过中国铁路历经蒸汽、内燃、电力3次大的跨越的新中国第1位女火车司机，田桂英坐在如今宽敞整洁、急速如飞的火车上，她的内心充满着无限的自豪。